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麒麟。上期说到，义勇接到了新任务，来到了太长家隔壁的北方雪山，却意外碰到了蝴蝶人，而任务目标是一名名为八重的女孩。在他口中得知，他的父亲和家人都遭到了吃人熊的残杀。虽然不是鬼，但看着这般可怜的八重，蝴蝶人还是决定帮帮他，却没想到被八重以必须自己亲手报仇为由拒绝了。但事情似乎并没有这么简单。独自出发的八重，在遭遇了唯一的亲人太吕的惨死后，事情才慢慢的浮出了水面。原来他的父亲真的变成了鬼。那么面对曾经的亲人，如今的恶鬼，他该怎么办呢？那么废话不多说，进入我们的解说时刻。看着眼前的阿爹，往日的种种又浮现在眼前，细心教导他如何端正手里的猎枪，吸气吐气，不要慌张，瞄准目标的弱点，扣下扳机。没错，那个时候他多么希望是自己看错了，也想问问他为什么会残杀同伴，甚至还撒谎说有吃人熊，一直隐瞒到现在，直到太吕被吃掉，他才终于下定了决心。这一枪直接打烂了他半个脑袋。终于做出了决定，八重跪在地上掩面哭泣，但下一刻他似乎明白了，看来那个女人说的没错，鬼很难被杀死。看着向自己跑来的阿爹，他换上了子弹，再次举起了枪。即便他知道枪并不管用，他很想问问阿爹，为什么那时像逃跑一样夺门而出，为什么不把他也一并吃了。八重根本挡不住鬼的力量，被压在地上，眼前的阿爹满脸鲜血，脑袋上的血肉在肉眼可见的愈合。八重用一只手支撑着猎枪，另一只手抚摸着阿爹的脸，向他哭诉，既然要有那么痛苦的回忆，为什么那时不把他也吃掉？忽然间，一丝怪异的神情浮现在幼造脸上。八重，他竟然叫出了他的名字。可正当这时，义勇从身后杀了出来，一刀便切断了幼造的手臂。而八重显然还没回过神来，眼前提着刀的男人气势跟之前完全不同，而蝴蝶人则负责安稳住八重。原来这股气势才是专门对付恶鬼的鬼杀队吧？而刚才阿爹呼喊出他名字的那一幕，他久久不能平静。已经合过掌了吧，八重？我不帮你，你一个人解体试试。我知道，既然下了杀手，就必须活下去，对吧？这下我终于能独当一面了，今天吃鹿肉火锅喽！阿爹慈祥的笑容还刻印在他脑海里。看着眼前的阿爹，虽然一脸凶恶，长着尖牙和尖角，但八重知道阿爹还留存着对他的一丝情感。蝴蝶，那家伙交给你了。听到这话，八重知道义勇是在让蝴蝶看住自己，这样好吗？富冈先生，要不要我帮你哦？我的毒马上就能送他去比试。突然间看到刀身上的灭杀二字，八重心里一沉，赶紧呐喊着让义勇慢着。什么慢着？你应该知道，那已经是远超人类范畴的怪物，是鬼。还想说些什么的八重看着眼前恐怖的一幕，再也说不出话来。做好觉悟吧，八重，他已经不是你父亲了。话言一落，义勇已经持刀冲了上去，同一时间在幼造的手臂上长出了形状怪异的骨刀，下一刻竟然冲义勇扔了过去。义勇被迫停下了脚步，挡住飞来的刀。只见一眨眼的功夫，幼造已经冲到了近前，扬起了手肘上的骨刀，直刺他的脖子。这娴熟的战斗技巧和坚硬的骨刀，看来得认真些了。一股气息吸入，爆炸激起了大片雪花。片刻后，只见义勇低着身子，那只长着骨刀的手臂已经飞了出去。紧接着，他两脚一横，做出了拔刀的姿态，一股水流似有若无的浮现在刀身上。四之行，极之潮。战斗结束。被斩首的幼造眼里还望着不远处的八重，这一刻，那道身影像走马灯似的浮现在他脑海里。义勇感受到了他的嘴里似乎在说些什么。结束了。一旁的八重正拖着一只靴子，嘴里同样喃喃道：终于结束了。只见他将枪口对准了自己，一看就知道是想自杀。终于可以解脱了。蝴蝶人一时间竟没反应过来，义勇的呐喊打醒了他，果断冲上前去，但眼看着八重的脚趾已经扣到了扳机，已经来不及了。八重两眼瞪大，疯狂扣动着扳机，但始终没有听见枪响。这时蝴蝶人已经将他扑倒在地。为什么？他流着眼泪不甘心地嘶喊着为什么？明明他一直都有保养，为什么偏偏这个时候出现问题？为什么不让他死？
看着眼前的八重，蝴蝶都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，因为他一直在嘶喊着阿爹变成了鬼，泰律和大家全都没了，并让他们别管他这种人了。八重已经完全崩溃了，幼造和泰律的死彻底将他击垮。而这时义勇却走上前来说道：有句话转告你，可能是对你说的，活下去。八重一脸疑惑，我不知道鬼的谗言是什么意思，和我没关系。说完话便转身走开了。蝴蝶还想说些什么，可义勇却说道：别忘了蝴蝶，我们是柱。听到这话，蝴蝶不忍心的看着八重的背影，缓缓说道：八重小姐，请你坚强一点，我们也曾和你一样。八重一愣，正想回头的时候，却发现两人已经离开了。望着这片白色的雪山，他拿起了猎枪，他这才发现原来是阿爹的血凝固在了枪上，所以才导致零件出了故障。这时候他才恍然明白义勇向他转告的话，活下去竟然下了杀手吗？想到这儿，八重笑了，因为他想起了阿爹那温柔的脸。下一刻泪水又打湿了双眼，因为他已经做出了决定，要独自活下去了。不要动摇，义勇，水之呼吸是能应对任何攻击的守护之术，但是为锻炼之激情，你要时常有一颗能保持呼吸的心。水面，义勇，在心上想起水面。如果想成为无比强大的鬼杀剑士，成为鬼杀之柱的话，你的心要像水面一样平稳入侵。富冈先生变了呀？义勇完成了任务，正在和狐狸人吃面。那我也说不好，还以为富冈先生应该会冷漠得更彻骨一点。你的刀是碰到了什么让你改观的事了吗？那位少年，亲人被鬼残杀，幸存的妹妹也变成了鬼，那时我做的判断是否是正确的？可祢豆子不一样，他不会吃人。当然，这些话义勇只是在心里默默地盘问自己，并没有告诉蝴蝶。他开口道：就算发生了什么，我的心也不会动摇。比任何人都更强的九位剑士，我们正如字面一样，是鬼杀之柱，所以我们不能忘记自己的剑为谁而挥，为保护谁而存在。有支撑的东西，柱才是柱。没错，虽然这样看起来义勇会活得很累，但柱不会断，义勇也不会动摇。这便是鬼杀队命运的齿轮转动前的柱们的故事。来喽，萝卜鲑鱼久等了。哇哦，看起来好美味哦，是富冈先生最喜欢吃的。话还没说完，蝴蝶竟然看到了他从未看过的惊悚一幕，连厨师都被吓到了。还是第一次看到富冈先生的笑容呢。那个，可以请你别看这边，继续吃好吗？抱歉。那么到这里，富冈义勇外传全部内容就基本结束了。虽然这只是义勇曾经经历的一个小任务，但却完整的展现出了人和鬼之间的羁绊，也呈现出了支撑鬼杀队的鬼杀之柱，其信念之坚定不可动摇。就像炼狱曾对伊欧作说过的，我会履行身为九柱的义务，不会让在场的任何人死掉。就像刑明曾对黑死木说过的，你这是对九柱的侮辱，生而为人，死而为人，是我们的骄傲。身为柱便有了责任，就像义勇说的，有支撑的东西，柱才是柱。那么接下来启明将开始计划人物传记的解说，不管是九柱还是上弦，都会单独进行人物的讲解和分析。最后喜欢本期视频的别忘了关注和订阅哦，在这些地方也能看到启明的视频。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启明，我们下期再见。